Hello， 大家好。文心兰的花期大概在1到2个月的时间，品种的不同，它们的花期也不一样。文心兰开完花的花梗要不要剪掉呢？已经开过花的花梗，它不会有续花性，不可能从这个花梗再长出花苞，所以开完花的花梗就需要把它剪掉了。我这一棵文心兰的花期大概有1个半月左右吧。花是有香味的，是一种非常好闻的奶油的甜香味道。现在花基本上已经掉完了，可以把这个花梗剪掉。这一棵文心兰跟旁边的这一棵文心兰都是同时在去年11月份裸根买的。收到这些文心兰的时候，它们都是带花梗的。这棵文心兰的花梗非常的长，大概有2尺那么长。它长得太高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一个铁线弄了一个圆圈，把它弯起来。把这个拆掉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花梗剪了。应该从哪里剪呢？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。在外露在叶子上面的地方剪掉就好了。剪过的花梗也不需要给它磨什么东西，就让它自然风干就好。如果要换植料的话，再剪掉花梗，新的芽还没长出来之前，就是最好的换盆的时间了。这2盆文心兰在11月份才把它种植起来，到现在也只不过是2个月的时间，就不需要给它换植料了。旁边这一棵文心兰，因为是裸根寄过来，它的花梗长得不是很好，所以它只开出了2、3朵花。花虽然少，但是它的花也是非常的美。粉紫色的花瓣也是非常讨人喜爱的。文心兰的花开完之后，很快就进入到它的生长期了，又在为下一次开花做努力。那么文心兰开完花之后，我们应该怎样护理呢？这个时候应该给它补充营养。我一般在文心兰长花苞的时候就停肥了，一直到它开完花之后才给它补充肥料。我个人认为，在兰花开花的时候给它施肥，会造成它的花期缩短。我用的肥料的分量不是很多，就是那么几粒就可以了，直接把它撒在土壤上面。通常在兰花开完花给它换植料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些肥料跟植料混合在一起，这样更均匀，根也更快的吸收这些营养。文心兰对肥料的要求也比较高，我现在用的是基础肥，也是均衡肥。在平常浇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用水溶肥，薄肥勤施，用的分量也是比较少的。在兰花的花期，我不会给它施肥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习惯。
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分享他们的经验，在兰花开花的时候还需要施开花肥，各有各的习惯吧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一般来说，冬天如果气温太低的话，也不适合给兰花施肥。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但是我们平常都开暖气，家里的温度也不会太低，我给它们施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如果您当地的气候环境是比较寒冷的，就算花开完了，还是等到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再给它施肥。我刚才用的是这种肥料，是一种平常用来种植蔬菜的均衡肥，它的肥性可以保持3个月，也就是每3个月可以施一次肥。我大概1年只用2次，虽然他说3个月，但是我还是等到半年才给他用一次。一般在春天用一次，然后在7、8月份的时候再用一次。它的氮磷钾的比例是15、5、15，是一种促进长叶子、长根的肥料。兰花开完花之后，就是它的积极生长期了。在它的积极生长期，就是长叶子、长根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是用这种肥料来做它的均衡肥。平常浇水，我会用钙、镁、海藻液加上兰花专用肥来做它的营养液。关于兰花专用肥的用法，我在去年5月16号发过一个视频，详细的分享所有肥料的比例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。这2棵文心兰用的植料都是比较碎的植料，我用的是椰糠、火山岩、浮石、赤玉土、鹿藻土，还有珍珠岩。文心兰的根系非常的细小，我用的这些细小的植料对它根部的生长更有帮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